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演员杨紫，宋丹丹曾劝她别当演员，如今翻身成顶流，获白玉兰奖提名。2025年6月27日，第29届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出炉，杨紫的名字在榜。凭借古装剧《长相思》，杨紫被白玉兰奖提名最佳女主角。估计宋丹丹都没有想到，这个曾经被她劝不要当演员的女孩，竟然能走得那么远。相信很多人认识杨紫，是因为她在《家有儿女》中饰演的小雪。可是，在《家有女儿》拍到第3部的时候，剧中小雪的角色突然换了别的演员，杨紫无缘拍摄。这是杨紫第一次见识到资本的厉害。她曾打过电话给宋丹丹，问自己是否适合走演员这条路。宋丹丹的话既真实又扎心：漂亮的人那么多，孩子你常这样，我劝你还是别演了。杨紫当时没有听劝，后来还是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，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演员这条道路。从国民闺女到无戏可拍，再到后来翻身成为当红女星，如今的她已经在实力派这个方向蜕变。事实证明，宋丹丹对杨紫看走眼了。论流量，她比不过很多新冒头的年轻女演员；论背景，她比不过同样是在北京出生，比如称作京圈格格的关晓彤。但在一众小花之中，杨紫无疑是站得最稳的。相貌平平，背景平平，杨紫到底是如何逆袭的？国民闺女成长路。杨紫2025年出生于北京，在她只有几岁的时候，就对表演展现出了浓烈的渴望。读幼儿园的时候开始，就经常站在电视前模仿剧中的角色，她的爸爸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。5岁开始，杨爸爸就带着她跑遍了北京的各个剧组，但换来的都是冷脸和羞辱。遇到有素质的导演，会把杨紫的资料随手丢到一边，让他们回家等通知。要是遇到没素质的导演，会直接当着父女俩的面把资料丢到垃圾桶，父亲只能一声不吭抱着她离去。一直到了6岁那年，杨紫演了人生中的第1部电影。这部电影的名字叫《春天的狂想》，她在里面饰演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群演。因为这是杨紫人生中的第1部电影，所以她一直都记得。真正让她从一众童星中崭露头角的，是在参演了一部古装历史剧之后。10岁那年，杨紫参演了古装历史剧《孝庄秘史》。在《孝庄秘史》里，杨紫饰演的是幼年的董婉如，有名有姓，镜头也不少。导演直夸她聪明可爱，很有表演的天赋，让杨紫大受鼓舞。杨紫的演员履历上多了一笔成绩，《家有儿女》的到来让她大火。演《家有儿女》的那年，杨紫才12岁。本来夏雪这个角色轮不到没有背景的杨紫，她去试镜的是一个客串角色。但当她和张一山并排在镜头前站着的时候，导演当即决定由她来出演夏雪这个角色。在《家有儿女》的拍摄过程中，受宋丹丹等人的指点，杨紫才算是领悟到了表演的精髓。100多集拍下来，她的表演越来越自然。《家有儿女》播出之后，创下了不俗的收视率。与此同时，杨紫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童星，一度被观众们称作国民闺女。《家有儿女》第1部播完之后，第2部也开始紧急筹备。2025年6月，《家有儿女2》播出，采用的还是原班人马，播出效果不错，制作方还打算继续拍第3部、第4部。可是这个时候，杨紫和《家有儿女》迎来了一个共同的难题：落寞的童星。2025年，《家有儿女》拍到第3部的时候，杨紫被告知夏雪已有人演了。对外，杨紫及家人口径统一，说是因为学习要紧才把角色推掉。但这样的理由显然很难让人信服，
因为补位的宁丹林现改名丹林背景并不普通。图片：宁丹林也是在北京出生，比杨紫大了5岁，个人履历很丰富。3岁就参演了潘虹主演的电影《的士女人》，6岁进入儿童电影学院学习，14岁移民国外。在参演《家有儿女》之前，还演过罗嘉良主演的《我爱钟无艳》，在里面饰演齐国公主墨江。除此之外，与刘涛、叶童等人都有过合作，跟杨紫的履历相比好了不止1点半点。在此演《家有儿女》的第2年，杨紫出了个人专辑《家有小雪》，同年还搭档马可主演了青春剧《男生日记》。所以，与其说杨紫是为了学业推掉角色，大多数人更愿意相信是宁丹林带资进组将其顶替。之后，杨紫上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综艺，也接了很多不想演的角色。《家有儿女3》播出之后，杨紫最怕被人问为什么你不演小雪了？她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场面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。从国民闺女到无戏可拍，境遇既真实又残忍。最印象深刻的一次，她和妈妈都住进剧组了，连合同都签了，却被告知角色被换。半夜天还下着雨，她和妈妈被赶出了剧组，母女俩拉着行李箱在雨中拦出租车。重返校园之后，杨紫整个人都变得不自信了。她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当演员，她打心底里喜欢演戏，但信心已经全无。高考前，她打了个电话给宋丹丹，问自己适不适合走这条路。宋丹丹劝她，漂亮女孩很多，咱常这样就不要演了，你可以去好好学习。当时杨紫的不自信是全方位的，即使对自己的学习成绩，她也没有任何的信心。虽然她没有听宋丹丹的劝，但要不要当演员这件事，她交给命运来决定。杨紫的高考志愿填了北电，被录取了就咬牙走下去，没被录取就当个普通的打工人。家有儿女给她带来了一段美好的回忆，也让她见识到了什么是人间真实。无戏可拍的那段日子，她经常用落寞童星来形容自己。所幸后来杨紫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，但路并没有变得好走起来，一步一脚印。上了大学之后，杨紫没有松懈下来，只要有拍戏的机会都会去争取。那时候的娱乐圈不像现在，并不会因为她是童星就给她多一些优待。杨紫和其他同学一样，要一个剧组一个剧组的跑去试镜，能接到的剧本寥寥无几。大学4年里，杨紫也演了几部电视剧，虽然合作有蒋雯丽、海清、张嘉译等实力派，但她演的都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，接到的角色单一扁平，不是演女儿就是演学生。不过有戏拍就不错了，哪里还敢挑？大学4年，试镜被拒的次数已经数不清，试上了角色被突然换掉的情况也时常发生。她只能摸石头过河，不断地寻求转型与突破。2025年，在与霍建华合作的战争剧《战长沙》中，杨紫挑战了与自己形象差异较大的角色。剧中，胡湘湘从青涩少女到人妻人母的跨度，最终被杨紫完美地呈现了出来。《战长沙》杀青后在央视播出，豆瓣的评分更是高达9.1分。虽然这份成绩很耀眼，但是杨紫的境遇却没有多大的变化。唯一的好处是产出的频率比之前高了一些，但题材就一言难尽了。2025年是杨紫演艺生涯中关键的一年，因为签约欢瑞世纪，所以有幸沾光仙侠剧《青云志》。在剧中，杨紫饰演原著中的大美女陆雪琪，没曾想遭到群嘲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她的转折点不在这部剧。都市职场女性剧《欢乐颂》是杨紫的转折点。在剧中，她饰演的邱莹莹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白甜。这个角色说她甜，很多人估计会嗤之以鼻，但是傻得让人目瞪口呆。
好就好在邱莹莹这个角色让人足够讨厌，特别是在杨紫的演绎下，观众的代入感十足。凭《欢乐颂》里的邱莹莹这个角色，杨紫被白玉兰奖提名最佳女配角。一边是对邱莹莹这个角色的咬牙切齿，一边是对杨紫演技的赞不绝口。热度与流量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杨紫也体会了到了火的滋味，资源节节攀升。在杨紫翻红的这一年，她演了一部都市情感剧《大驾风上》，不知道是不是制作方搞事情，竟将家有儿女的两位小雪凑到了一起。杨紫与宁丹琳同时出现，可谓是狭路相逢。但杨紫显然不是个安分的主，一转身她又投入了此前备受争议的古偶剧中去。紧接着，杨紫先后演了古装剧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和《龙珠传奇之无间道》。光看名字已是让人一言难尽，再看评分，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。虽然演古装剧会遭到群嘲，但杨紫知难而上。2025年，杨紫再接再厉，在一片质疑声中出了一部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。该剧播出之后创下了不俗的收视率，杨紫也终于在这个赛道上扳回了一局。在之后，杨紫每年都会奖励自己一部古装剧，对其评价好坏各占一半。期间有这样一股声音：杨紫不要再拍仙侠剧了。但潮归潮，笑归笑，杨紫确实翻红了。《沉默的证人》里当女主角，有张家辉、任贤齐等大咖搭档，换做以前哪敢想啊！可惜这部作品评分不高，杨紫在电影里的存在感也很低，但好歹也算搭档过影帝了。拍电影反响平平，一转身她又去拍古装了。有意思的是，杨紫演的古装剧总是在铺与爆中反复横跳，一时之间让人分不清到底是剧本的问题，还是她的演技有问题。杨紫在娱乐圈的定位很奇怪，说她是流量派太狭隘，说她是实力派又有点牵强，说她适合演都市剧吧。虽然今年上映的《承欢记》播出8天全网热度第一，但豆瓣评分属于刚过及格线。说她不适合演古装剧吧，还凭借《长相思》获白玉兰奖提名。不可否认的是，杨紫身上有一股越挫越勇的劲儿。宋丹丹说她不适合当演员，她偏要试一试。演古装被群嘲，她索性一头扎了进去，直到做出成绩来。在不太关注杨紫的人看来，她的翻红或许会让人觉得有点突然。流量算不上是拔尖儿的，演技也只是中规中矩，偏偏她两者均沾。纵观她的演艺生涯，整个过程少不了努力与辛酸，在不断的否定中越挫越勇，在一个个剧本中寻求突破。